OK， 好 ，iPhone 12的发表会终于结束了。那里面的内容、产品跟爆料出来的基本上差不多，可是还是有一些小亮点，所以我想拿出来讨论，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一些发表会里面没有讲到，那可能在事后在规格里面看到，我们也拿出来讨论。那关于今天发表的产品，我几乎全部都会买来做评测，所以想要看这些评测啊，或是跟前一代的比较，还有这些新产品怎么去使用它的话，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按下小铃铛。好，首先讲到 HomePod Mini， 那这边会有黑色跟白色，高度是 8.43公分，然后 3.3英寸，使用的晶片是 S5 的晶片，那就是跟先前 Apple Watch 第5代一样。然后它是一个需要插电的一个喇叭，它还是需要依赖你插着电线这样使用。它里面还会有 U1 的晶片，那这个也是它跟大的 HomePod 除了 S5 的晶片最大的差别。那这个 U1 晶片就是我们先前有讲到传输啊、定位啊，这个都是将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晶片。那像现在新的 iPhone 11，还有在的 iPhone 12，然后还有 Apple Watch 第6代也都有这样的晶片在里面。当然，在未来有 AirTag， 还有苹果 AR、VR 的装置出来之后，那 U1 的晶片会更显得重要。可在目前为止，它的功用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显著啦。那价格的话是99块美金，3000块台币。预购可以在11月6号出货的话，会在11月16号出货。几乎在所有的功能上，除了 U1 晶片将来会支援的功能上，它跟大型的 HomePod 都大同小异。其实还是会比大型的 HomePod 少了一些功能，像是空间感知的技术。那其他共用的功能，像是全家可以连线啊，同步音乐啊，然后2台 HomePod Mini 可以连线起来做左右声道、双声道立体声的播放，还有 Intercom 就是全市广播。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譬如说你家里可能有不同的房间啊，小孩在听不一样的音乐，那可能你家房子比较大，你不想跑过去跟他讲，你也不想用吼的，那你就可以在你房间跟你自己的 HomePod 说，叫你小孩现在可以开始准备，那他就会在你小孩的 HomePod 开始讲出来，你现在要开始准备出门了。如果每个房间可以放一台 HomePod， 然后用这种方式可以去沟通的话，我觉得也蛮方便的。然后加上现在的起价是100块美金，3000块台币，我觉得每个房间要放一台，它基本上成本也算蛮低的。所以我基本上应该至少会买个2台、3台放在家里。那我也会做一些左右声道的测试啊，还有跟先前 HomePod 第1代来做一些音效的比较。所以如果你想看这样的测试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然后回来看我的评测咯。OK， 好，那再来我们就讲到重点，就是 iPhone 12全系列的部分。OK， 那就先讲12 mini 还有12。那12 mini 就是 5.4 寸，那它的起价是699美金，然后台币是23900，那是64 GB 的，那它重量是133克，非常的轻巧。开始预定的话是在11月6号的晚上9点台湾时间开始，然后11月13号出货。iPhone 12 6.1 寸的这一台，它的起价是799美金，然后是26900台币。那它是64 GB 的，然后162克重，所以这个比先前的 iPhone 11还轻了不少。开始预定的时间是10月16号晚上8点台湾时间，出货的话是10月23号出货。那他们这2台有的颜色是白色、黑色、蓝色、绿色、红色。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蓝色还蛮漂亮的，那绿色也不错。它总共容量的选择有64。128、256 GB， 然后萤幕都是 OLED 的萤幕。那这次全系列4支都会是 OLED 的萤幕，可它基本上呢，它的等级还是有点差别，就是说12跟12 mini 它的亮度不会像 Pro 的有那么亮，可基本上一般都还够用啊。再来有一个这次全系列他们更新的重点，就是我们先前讲到它的萤幕使用的玻璃会是 Ceramic Shield Glass。那中文叫做超瓷晶盾，那基本上就是含有陶瓷成分的玻璃在里面。那在硬度还有耐摔程度都会比先前加强非常多。好，那我们讲回来 iPhone 12系列的镜头，就是12跟12 mini， 它的镜头的话就是双镜头。那主镜头的话是光圈 f1.6， 那超广角的这一颗的话是光圈 f2.4。那这边每一颗镜头就是后面的2颗加前面的1颗都会支援夜拍模式，还有深度融合，就是 Diffusion。后面的镜头也会支援低光源的影片，还有低光源的缩时摄影。那它的杜比世界Dolby Vision 的 4K HDR 影片只有支援到30 FPS， 那这个也是跟 Pro 系列的差别。然后里面的配件的话，就会只有送充电线，然后并不会是编织款的那一款。好，那再来我们讲 Pro 系列 ，iPhone 12 Pro 6.1 寸的是999美金起跳，跟先前一样。那台币是33900，然后是128 GB 起跳，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比先前多1倍的容量了。然后它的重量是187克，所以也比先前的 iPhone 11 Pro 还要轻。
欠了那么一点点。那它是10月6号的晚上8点开始预购，然后10月23号出货。那 iPhone 12 Pro Max 的6.7寸的这一台是起价$1099，那台币的话是37900，一样是128GB 起跳。那它的重量是226克，就是跟先前的 iPhone 11 Pro Max 一模一样的重量。12 Pro Max 的话，它是11月6号晚上9点开始预定，然后11月13号出货。那这两支总共容量的选择就是128、256、512GB。那它颜色的话有石墨黑、银色，那银色就是像这样的银白，然后还有金色，我叫它土豪金，然后还有太平洋蓝，我觉得这个也蛮漂亮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些它的镜头的差别哈。Pro 跟 Pro Max 镜头的差别，它主要针对的讲出来的就是在主镜头，他说12 Pro Max 的晶片会更大，还有在望远镜头的部分，在 Pro 的这一台它是光圈 f2.0， 然后焦段是52，然后 Pro Max 的话，它的光圈是2.2。然后焦段是65。那这边它所谓晶片的差距，它只有针对在主镜头。他说 Pro Max 的主镜头的晶片比 Pro 系列大了47%，可他们有更深入的去讲其他2颗镜头的晶片尺寸有没有差别。那以先前的消息来源讲的是说 Pro Max 应该是3个镜头的感光晶片都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就要等到时候实际出来证实是不是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只有 Pro Max 的主镜头它有感光元件位移的稳定器在里面。那这个其实在一些其他厂的手机上有看到，还有在一些专业半专业的相机有看到这样的功能。这个在夜拍啊，还有一些夜拍影片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有感。然后再来这幕就要讲到 HDR 杜比世界影片可以拍摄高达60 FPS， 那这个跟12跟12 mini 的30 FPS 就有一个差距。那这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差距，我就觉得很有趣。先前有人提到就是说会不会12 mini 的里面的 A14 晶片会有稍微锁屏，其实理论上来讲同样是使用 A14 的晶片，如果 HDR 的杜比世界要拍到60 FPS， 应该是这4支同时可以做到。那我觉得不管这个是不是它真的实际上在晶片上有锁屏，那我觉得它以这个功能来做区隔开，那它的晶片效能就是没有发挥到极致。那为什么苹果要这样做？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做产品的区隔。OK， 那它所可以拍摄出来的是10位元的影片，更惊人的部分就是它可以直接在 iPhone 上面做剪辑啊、角色啊这些编辑都可以直接做到，然后也可以直接使用 iPhone 上面的 iMovie 来做这些的剪辑。那如果你是有在拍摄影片或是在玩一些影片的东西的话，可能知道要剪这种 quality 的影片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我现在家里还没有任何电脑可以剪这样的影片，就算你要用 Mac 的电脑，现在实际上要用的话，可能至少也要买到 iMac 的等级或是 iMac Pro 的等级才能剪辑这样的影片。所以 A14 的晶片可以让你直接在 iPhone 上面这样的剪辑。那一方面当然是 A14 的晶片强大跟省效，那另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从头到尾都是苹果设计的，所以它在晶片里面可以加入专门去针对这个功能剪辑功能去解码，所以这样可以让我们预想到就是说苹果晶片的 Mac将来推出之后，它会有更多针对苹果所要使用的一些功能影片剪辑，然后把这些功能设计在它的晶片里面，所以真的让我非常期待苹果晶片的 Mac 出来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效能。好，那我们再来讲回来这个产品啊，这边没有提到 4K 120 frame， 那这个有点可惜。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pple ProRAW， 这边有讲说它是一个即将上市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在你拍摄照片的时候，你可以拍摄 RAW 的档。那这个功用在于就是说，在你事后调整这个照片，不管是它的色彩白平衡的时候，你可以更有效的去调整，因为它在拍摄的时候，它有储存这个照片更多的资料在里面。那这可能对一般人没有太大的用处啊。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喜欢玩照片、事后在做后置人，他们对这个功能已经敲完非常久了。现在可以直接用 Apple 内建的相机做这样的拍摄，那这个应该会蛮多人喜欢用的。好，那再我们来讲到 Pro 系列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 LiDAR， 它后面的 LiDAR 会让你可以在低光源拍摄啊，不管是在对焦啊、拍摄影片跟照片的时候，都会比没有 LiDAR 的机种有更快的对焦速度。那这边还有提到就是说它会使用 LiDAR 来做夜间拍摄的人像模式，可以非常精准的区分出来就是你要拍摄的主体跟后面背景的差别。好，那再来就是 5G 频段的部分。以我目前看 Apple 网站上的规格看起来，似乎只有美国的机种有全线支援到毫米波，那其他的像是台湾或其他市场支援到的就是 Sub-6。先说这个是以我目前对这个规格的了解，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以现在台湾 5G 的配置来讲，也还没有开发到毫米波的阶段，所以应该至少还要再个1-2年左右。那如果我对这个频率的配置的了解是正确的话，
那说真的，我觉得是有一点可惜，就是台湾的机种并没有支援到毫米波。再来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MagSafe。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先前有点期待，有点像 AirPower， 可是这有点不太一样。那它主要就是一个磁吸的充电系统。那在 iPhone 12全系列上面的话，它在它的机身里面都有一个磁圈，所以这个系统就可以直接在你不装壳的时候就可以吸在你的手机上面。那它会针对 MagSafe推出一些全系列的产品。那在充电器的部分，它有单一充电的装置。那单一装置的 MagSafe 的磁吸充电器，它的价格是1190台币，39美金。那它在影片里面还有展示出来另外一个可以充双装置的。这边并不是让你充2只 iPhone， 它是让你充1只 iPhone 还有1只 Apple Watch。可是苹果说它也会开放给第三方的厂商来做 MagSafe 相关的装置。那其他的配件方面，它有矽胶壳、透明壳、皮夹，那还有一个整体式的皮套，让你把整只手机塞进去，然后它前面会有一个开孔，可以让你看到手机的时间。那这次所有的壳，不管是透明壳或者矽胶壳，它的价格都是1490台币，50块美金。那这个后面的皮夹反而还比较贵了一点，后面的皮夹要59块美金，1790台币啊。这个我不懂为什么会比较贵，可能是因为它是皮革吧。好，那这边再讲回来，就是很多人在问，就是说现在应该买 iPhone 11吗？那 iPhone 11它的价格调整到599美金起跳，19900台币起跳。那它这个是64GB 的版本。iPhone XR 调整到499美金，那它是16900元台币起跳，这个也是64GB 的版本，它也会有128的版本让你选择。所以基本上现在 iPhone 11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讲。OK， 好，那关于以上讲的产品，我一定会买的就是 iPhone 12 Pro Max、iPhone 12跟12 Pro 6.1寸的这2台，我会选一台买。那我现在是比较倾向12 Pro，OK， 那所以我这边会买2台 iPhone。再来的话 ，HomePod Mini 我这边一定至少会买个2台，因为我要做双声道的测试，还有所有的 iPhone 的配件我也会买，就是 MagSafe 还有壳啊，还有这些皮套我都会买来测试看看给你们看。所以如果你们想看这些产品的评测啊、测试啊、比对的话，那记得订阅频道，然后按下小铃铛。还有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问我。然后我也希望看到你们听完这次的懒人包之后，你们有什么想法，然后你们想要买的产品是什么，然后什么颜色、什么尺寸 ，OK？ 好，那所以记得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今天的懒人包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